英国人打疫苗要考虑他国年长高风险者还打不到疫苗的道德问题，台湾却给去年看咳嗽的28岁女先打疫苗。7月20， 2021，唐凤搞的疫苗系统越来越离奇。28岁女去年小咳嗽可以先打疫苗，许多没在健保诊断慢性支气管炎的更高风险者反而排不到，甚至22岁可打，但他妈却不行。陈时中说，系统方面会再跟唐凤政委讨论一下，都打几天了还讨论啥？之前没讨论过吗？我提过，唐凤这个疫苗系统就是资讯不对称与数位落差的阶级产物，充分证明台湾文化弱肉强食的残暴本质。现在更多证据一一浮现，不根据科学，不考虑公平，就是台湾的疫苗施打现状，简直是变态。医师陈长宇说，不打 S 老人最终给自然法则族群淘汰，难怪张上淳说许多可挽救的病患没有机会接受侵入性治疗。台湾疫苗顺位伦理规则，死亡率极低人先打，用60岁以上尸体当防线，极力将自己纳入优先名单，将人分等级其次。现在政府扩大打莫德纳第二剂，接种顺位不是已经打过第一剂的65岁以上长者，而是第2、3类人员纳入可施打莫德纳第二剂的名单，其中包含防疫相关官员、遭质疑形同官员与人民抢疫苗，遭批是特权疫苗。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表示，这确实是一件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台北市65岁至75岁也都是打莫德纳，1个月后也就会满10周至12周。这一批的第二剂，政府准备好了吗？这些金饭碗、青壮公务员、国营企业员工、国安人员已经爽先打疫苗还不够，可以锦上添花续杯，千杯再千杯，就是台湾特权现状。第三，台湾酬劳不在乎确诊死者有90%集中在60岁以上，现在竟又考虑给12至17岁打 BNT， 英国不考虑给18岁以下打疫苗，除非是年仅12岁，患有严重神经障碍、唐氏综合症、免疫抑制、多重或严重学习障碍的儿童才有资格接种疫苗。医师陈长宇说，不打 S 老人最终给自然法则族群淘汰。我看自居上帝把自己当成自然法则的有台湾政府、天下父母心的家长，还有拼命抢在第2类的公务员贵族。好残暴的台湾文化，好变态的台湾民主啊！最后引用报道说明，台湾文化变态又残暴。英国许多公共卫生专家还对世界上仍有许多族群仍然无法获得疫苗的情况下为低风险儿童接种的道德提出质疑。波拉德教授 Andrew Pollard 在 S 疫苗的开发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上个月呼吁其他地方的弱势成年人应该优先于儿童，并表示他国老年人有其他健康状况以及照顾他们的医护人员绝对必须优先考虑。相对的，台湾人不但给先第2类、第7类等公务员特权金饭碗打疫苗外，竟传出后还想拿 BNT 给小孩先打。台湾人的道德跟英国人比，简直就是番薯铅比鱼翅，破尿壶比玉器。Blackjack 2021年7月20日，28岁女子接获疫苗简讯，终于解开被列第9类的谜团。2021年7月20日18点14分，联合报记者胡鹏生苗栗即时报道，28岁阳性女子今天接到公费疫苗平台简讯，顺利预约接种时间。她先前上平台登记意愿，显示被归类为第9类，但她根本没慢性病或重大伤病，心里一直很纳闷，以为是系统出问题或有 bug。今天收到简讯并顺利完成预约，她好奇上网查询，终于解开谜团，原来是去年3月曾因咳嗽到医院看病，被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因此被列入第9类 J41单纯性慢性支气管炎，得以优先接种。他将讯息抛到亲友群组，大家纷纷